当地时间10号晚9点，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哈里斯将在费城展开电视辩论。那么这也是哈里斯接替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与特朗普进行的首次面对面舌战。此次辩论有哪些看点，又将如何影响美国大选的结果？辩论将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美国国家宪法中心举行。哈里斯已在辩论前一天抵达当地，而特朗普将在辩论开始前几个小时抵达。主办这次辩论的是美国广播公司，主持人是当家主播林西·戴维斯和大卫·穆尔。其中，穆尔曾多次主持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党内初选辩论，采访过多届美国总统候选人。2020年，拜登和哈里斯首次作为民主党正副总统候选人接受专访，上的就是穆尔的节目。而在哈里斯与特朗普辩论前的1个小时，美国广播公司还将推出白宫之争特别节目。据悉，这场辩论将持续90分钟，中间有2个广告时段。辩论规则对发言时间有严格限制，候选人不得互相提问，只能由主持人提问。问题和主题不会提前告知候选人及竞选团队。2位候选人各自有2分钟回答主持人的每一个提问，也有2分钟时间反驳。一方发言时，另一方的麦克风将被静音。此外，直播现场没有任何观众。特朗普赢得辩论开始前的扔硬币环节，他选择让哈里斯先发言，哈里斯则选择站在电视荧幕右方发言，和拜登此前的选择一样。有分析指出，选择左右讲台也大有玄机。当画面呈现左右对称时，观众比较容易受到右边的画面吸引，因此站在荧幕右方有更大可能受到选民关注。此外，这次辩论的所在地宾夕法尼亚州是本次美国大选的摇摆州之一。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支持率在该州微弱领先特朗普不到1个百分点。实际上，双方团队在宾州投入巨大资源，包括斥重金投放竞选广告以及设立竞选办公室。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此前正是在宾州参加竞选集会时险些被子弹射中。I'm probably edging towards Trump. Just because I've grown up in a rural area and his beliefs more align with my beliefs, I would say. I know if Kamala gets in, it'll be the same chaos that's been going on for the past 3.5 years. Well, she needs to speak up on what this country needs. And now, when I watched Trump the other night, he shot everybody down and didn't seem like he wanted to do anything for the country. 距离辩论开打仅剩不到24小时，双方阵营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知情人士表示，自拜登退选后，哈里斯一直在考虑与特朗普辩论的问题。目前，他正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一间酒店中潜心准备，包括阅读有关特朗普评论立场，甚至是部分侮辱性言论的简报。在模拟辩论的过程中，民主党顾问希拉里·克林顿的长期助手菲利普·雷恩斯扮演特朗普，帮助哈里斯熟悉特朗普的话术和方式。9号，哈里斯还对外透露了将如何应对特朗普的攻击。He plays from this really old and tired playbook, right? Where there's no floor for him in terms of how low he will go. And we should be prepared for that. We should be prepared for the fact that he is not burdened by telling the truth.And we should be prepared for the fact that he is probably going to speak a lot of untruth. 至于特朗普方面，有报道指出，他继续回避着传统的辩论准备，转而与工作人员进行更自由的政策讨论。不过，也有说法指，特朗普已邀请已经退出民主党的女议员加巴德协助其准备辩论。加巴德曾在上一届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中挑战过哈里斯，对后者的辩论风格有一定了解。有观察指，特朗普的大选辩论经验更丰富，这将是他第7次为竞选总统而参加辩论，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候选人都多。共和党策略师凯文·马登认为，特朗普将充分利用这一场辩论，用90分钟的时间对哈里斯进行真正集中的进攻，这将比播放100次的竞选广告效果更好。We're run by stupid people. And we found that out at the debate with Joe. How did that work out? And we're going to find it out again on Tuesday night. 从历史上看，辩论对于选情的影响有限。不过，今年6月的第一场电视辩论破天荒地让拜登最终宣布退选，并完全扭转了选举的走向。因此，第2场辩论也被认为或成为决定选战成败的关键时刻。尤其是辩论举行的时间节点颇为微妙，距离9月16号提前投票起跑仅剩不到1周时间。
舆论普遍认为，这场选举对哈里斯来说格外重要。哈里斯上届曾参加过副总统辩论，但这是他首次登上总统辩论舞台，也是第一次与特朗普正面交锋。外界关注哈里斯的年轻外表会否映衬出特朗普的年龄问题？到底他能否以片言之语有效反击特朗普惯常的胡扯？到底他能否在对他认知极浅的选民心中留下他比特朗普更有总统样的印象？这些都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Stakes higher for Harris because there's more capacity for her to be defined by Trump and to define herself than there is for Trump to do either for himself. 让民主党人担心的是，哈里斯并未从8月19至22号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中获得支持率提升，打破了美国总统选举年党代表大会能够为一党候选人暂时推高民望的惯例。相反，随着人们开始接受了哈里斯对决特朗普的新形势后，特朗普的支持率落后幅度已有所收窄，在部分最新民调中还再次反超哈里斯。在这次电视辩论前，最新民调显示，两人在全国和关键战场州的支持度都非常接近。观察认为，哈里斯与特朗普的辩论将是一场不同风格的碰撞。特朗普总是滔滔不绝，他在共和党候选人提名演讲时足足讲了92分钟，而哈里斯在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演讲中只讲了38分钟。2020年，哈里斯与时任副总统彭斯的1对1辩论中，发言量比彭斯少了约17%，但是哈里斯仍控制辩论节奏。面对彭斯的打断，他一句“副总统先生，我正在发言”，给选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特质为这场辩论增加不少变数。不少观察指出，在2016年特朗普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进行总统选举辩论时，就紧跟在希拉里身后，引发不少舆论关注。希拉里日前就结合自身经验，为哈里斯出谋划策，建议其不要被特朗普激怒，而是要设法激怒特朗普，让后者气急败坏，从而出错。对于此次辩论的议题，预计双方将围绕移民与堕胎展开攻防。这两大议题也是民主党与共和党数月来争论的焦点。在堕胎议题上，特朗普处于下风，他支持推翻美国著名的罗诉韦德案裁决，令女性的堕胎权不再受宪法保护。哈里斯作为女性，在这一议题上天然具有优势，在辩论中获得女性支持。而在移民议题上，哈里斯处于守方，他将面临特朗普就非法移民带来的问题展开防守。